2016年，一位消失20年的狂人悄然登上热搜。等几百万块钱换了2个亿到3个亿的钱，他4架飞机全飞过来了。罐头换了俄罗斯4架飞机，星链比马斯克早20年，被大家拿来取笑的炸喜马拉雅山。曾计划喜马拉雅炸个口子，被冯小刚改编成了电影台词。几十个科学家，每周星期三下午就一个人签个到，300块钱，连续3年，3次入狱坐牢22年。前2天刚说您是首富，后来又说您是首骗，舆论是不可信的。虽枭雄暮年，仍有宏大的气魄。第一批创业拿到了私营企业的营业执照。第一个不是第一批。虎嗅关关过，今天来拜访传奇人物穆希忠，他的经历非常丰富。那我们等一下要和他去交流探讨，他过了哪些关？我怎么称呼您得体一些？穆老，穆老，穆老，那我们就这样，穆老好吗？那您怎么定义您自己呢？就您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创业者、商人做生意。您被国外媒体被称为改革开放后的第1代首富，当时您怎么看待被人称为首富这件事儿？英国人叫什么？我从牢里边出来请我吃过饭，他还在拍，就是胡润。胡润，我不太赞成那个事儿。为什么呢？价值导向有问题。当时您最多赚了多少钱？在最鼎盛的时候，我没算过多少钱？没算过。那当时亏了多少钱？算过吗？好像没亏过。就一直没亏过，因为亏要承担社会责任，有钱它不是社会责任。到今天，您再回过头来去看，当时他们把你称为改革开放后的超级富豪，然后首富，但是呢，因为当时把您捧的或者是抬得特别高，说首富，所以就后来呢，当遇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尤其比如说像99年之后，首骗，您怎么看这件事儿？前2天刚说您是首富，后来又说您是首骗。我认为舆论是不可信的。当时还有3句话闹得全国批判我，没有批判我的报刊凤毛麟角。群众嘛，我们就是什么惹恼，到今天为止仍然如此，就往那儿挤。他不是说批判说什么，他要发声，要发出他自己的声音。我没做过什么回应，没做过回应，我没做过。那如果今天你要对这件事情做个回应，您会怎么说呢？我不会做，给法院做。骗是个刑法概念，你不能说我是个骗子。还有道德层面，还有舆论层面，还有印象层面。那我就不管他了，我这人从来不太注意这些事儿。比方说您是狂人，无论是首富还是首骗，毁誉参半，这个您认可吗？不理解而已，只能证明他本人的愚蠢。那证明什么呢？我不能评论他们说错的，就他的认识水平、理解水平、社会经验，可能就是个水平。那您做了很多个第一是啊，第一个在那个时候第一批创业拿到了这个私营企业的营业执照第一个不是第一批，80年元月2号召见我们，就传达了对我们的期望，不是说我自己心血来潮的。原话是希望四川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年轻人，在新长征中再立新功。我已经关到死囚牢里边了，随时准备执行了。突然一下，从阶下囚死囚牢里边变成座上宾了，脸多激动！当时我就表态，不回原单位了，就抛开铁饭碗下海，我就写封报告给厂长，我回来上班了。我职业去了。1989年，前往北京的火车上，穆希忠从同行人的口中得知苏联可能面临解体，正急着出手4架飞机。而卖竹编的穆希忠嗅到了巨大的商机，四处打听，发现专行在着手采购飞机。彼时的穆希忠口袋里只有300块，却动起了买飞机的心思。我这北京发货发过去。同时发，他1架飞机值多少钱呢？只给几个亿。我一个专业的暖瓶才700万人民币。那架飞机我们评估下来是，
2亿多3个亿，等几百万块钱换了2个亿到3个亿的钱，我可以不该发东西了，他4架飞机全飞过来了，我还没发1/10东西给他呢，一列车一列车的发几年才发得完嘛？罐头换飞机是一个形象的做法，把中国的积压商品，不是说我们想换飞机，当时的情况和现在差不多，就产能过剩，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从经济学原则上讲，只放错了地方。但是因为罐头换飞机这样一个戏剧性的策划，包括这么大规模的资源的盘整调动，大家就忽略了。群众就看一下，哦呀，他看那现象看见了，其实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就光签个合同花了2、3年的时间，就不是大家流传的那种，就是您看到了有罐头，然后就运到了俄罗斯，然后换了飞机回来，快速的就把它倒腾过来了。不是，没有这么简单。那它的意义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也不知道，因为以前只有边贸，边境上可以易货贸易，那当时也是很大胆的想法，要完成了那个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来了，要在这个体制里边要长出一个商品经济出来一个体制出来，我知道的是多难，但是当时我已经判他死刑了，我说这儿可能就会再判死刑。国家要搞计划体制，肉吃几两，饭吃几斤，计划到这个程度。你说要搞商品生产，当时就是资本主义，我知道是多凶险。工作组也劝过我，是不是先回到原单位去？我多活一天，我又多干一天的活儿，多活1年还是枪毙了，我又多干了1年。这事我就还得试，还是得试。第一步是把边贸，在满洲里也好，黑河也好，边境城市嘛，一船西瓜可以换一船化肥。俄罗斯有化肥，中国有西瓜，就买这个，那是几分钱斤，那是几分钱斤，现在几块钱斤那个西瓜。满洲那边是一车一车的换，一车换，那边拿一车化肥过来。黑河那有个河，拉一船过去，那边拉一船化肥过来。你想那个最商业来讲是暴利嘛？你见暴利还不能说，像抢劫一样。我就看这个机会了，就是俄罗斯它已经是工业化了，对，它工业产品极其丰富，社会生产打乱了，它就没有日用品了。就是我抓住这个机会了，花很大力气回到北京，去给老同志上书，说要把边贸变成大贸，找这个领导那个领导，天天说。花很长时间，终于同意了。但这个意义很好，包括这个也是一个对喜马拉雅山，包括我也搞不太清楚，你为什么会把这个戏谑您的这个给放上来了呢？不知道，我不知道谁放的，我就不知道。这个是我以为是您故意把它放过来的呢。我也不知道。这个不就是那个葛优吗？对啊，就当时在电影里面那个。您后面还有一个经常被大家拿来取笑的，说啊炸喜马拉雅山，他自己无知，很多阿 Q 类的人很多不是我发明的，是一个加拿大的犹太科学家发现的，雨云最多6000公尺，离地面的高度最多6000公尺，经过印度的时候碰见喜马拉雅山了，于是这个水撞在山腰上。这只能沿着山腰继续往东移动。如果说把喜马拉雅山就到6000公尺以下的一个地步，可以扩穿50公里，下降2000公尺，扩穿50公里，使印度洋季风。不但中国问题解决了，中亚的问题也解决了。那几十个科学家，有关水利的、天文的、气象的这些科学家，甚至包括爆破的，就分别去一个节，星期三下午。在我们这讨论，每周下午讨论很长时间，上年啊，就把这个当做一个正事讨论啊。还有物质报酬，我记得是给300块钱，那很高啊，这是那时候很高。那时候不是一个月的工资还没300块钱呢，就一个人签个到300块钱，有个同志发，畅所欲言，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当时为什么这件事没有做成呢？一直在做。我从脑里边出来还关心这个事儿。现在国家正在执行红体火计划，就这个思路。我现在报纸还有，也是个贴证，就是一部电影啊，把这个当做一个台词。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这个事。那部电影我投资的。哦，是您投资的啊？甲方乙方嘛，葛优演的，冯小刚导演的。您为什么会投资电影呢？
因为以前整个体制，它是个计划经济体制，对，要改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它就不光是经济问题，牵涉到方方面面。我认识的北京电影制片厂那个厂长韩三平，他四川调过来的，峨眉厂调过来的，我老乡，没钱再投资拍摄电影了。以前都是国家投钱拍摄电影，我问他投多少钱呢？他跟我说过，一部电影最简单的16万块钱。我说我们搞部电影，他说行，搞部电影啊，他也做不了主，一个厂长也做得了主吗？韩三平不停的去请示，最后说行了，试一试。好，就找个导演，就是冯小刚来了，他叫他来，他也不是科班出身，科班出身也不敢，他是做舞美出身的他不是科班出身，他敢，因为巧合，我也想实验，韩三平也想实验，改变北京厂的军境。请示领导也很为难，要请示再往上请示我就不知道了。当时我钱已经很紧张了，国内开始整我了，还从美国调回来的，30几万美元。但拍一部16万人民币，你给他36万美金。葛优啊，还有那个冯小刚啊那些，天天混在一块儿了，就听着我要炸喜马拉雅山，还都把它编进去了。他们这边编这个细节了，是这样来的。我看那葛优这样。那这部戏赚了多少钱？对您？不知道，后边我抓进去了，但是这部片子也没有您的名字痕迹。开始就有，开始我是制片人，我说我怎么当制片人呢？电影我就没看见过几部，我能做制片人吗？我还在那边讲这个事儿呢。对您来讲，更多还是一个探索和实验。就冯仑就写文章，我说为什么没呢？老去冲击这个体制。对，我当时在脑里边看见文章，我就很不为然，因为其他人说好，冯仑不应该说。人家不懂道理，你应该懂道理啊！什么叫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就是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不是天天冲击体制吗？那后来您又发卫星，现在您看这个马斯克，这个时隔几十年之后，他把这个事儿给做成了现实了，他的星链计划。就您当时的那个计划和马斯克这个星链这个思路是一样的吗？完全一样。我详细讲，90年换乘飞机了嘛，有钱了。我们就和俄罗斯整个政府接触很多。我们在俄罗斯有很高的威信，还有莫斯科有一个国际卫星组织，他们正在研制一个卫星的品种，如何去利用外层空间。因为我不懂这个事儿，这个常识我有。既然他找我们，他俄罗斯你要怎么会找一个中国的民营企业和他合作呢？对，就看见我们的飞机做得很实在，对俄罗斯信誉很好，不像中国人，很多人中国人骂我。他们当时也需要资金，我就投卫星，是这样干起来的。好，我进入卫星领域，学习嘛，我什么都不懂。高轨道卫星3.6万公里，是俄罗斯主权，它一个斤都可以放2颗。下边还有一个低轨道卫星，250公里到300公里，全世界放3颗就够了。因为以前和比尔盖茨商量过这个事儿，那90几年发800颗卫星把地球造起，当时这模式在纽约商量的。当时一星计划嘛，美国人搞放32颗星，比尔盖茨说放800颗。马斯克现在搞的低轨道卫星，250公里到350公里。当时我们也干这个事儿，和英国合作，就如何在东南亚放8颗低轨道卫星，组织一个群。我抓起来了，中断了。我在牢里边还在干这个事儿。就您在牢里还在做这件事？全世界唯一的一个这个事儿。牢里边建了一个实验室，我碰见一个海军工程大学的军队办企业，本是单位办的，他是负责人，他就穿投机倒把，都抓着关在我那儿，关在一块儿，给监狱馆长说服监狱长，监狱长也请示那个湖北省监狱管理局，对，那个局长也很解放，找新的劳动改造方式，这个实验他们搞个实验室，所以我就出了几十万块钱，买了30几台计算机。湖北省的劳改的10万犯人们是8万，反正这个数字，里边学过计算机的，全调到红山监狱劳改，全省的那些干警管犯人的，学过计算机的，全调到红山监狱做监狱警察，就成了一个实验室，很多人。但当时如果您看到这个马斯克这个星链计划，您有没有一种扼腕叹息的感觉？不是。我刚才说了一句话，成功不必在我，还有我们全世界80亿人呢，
何必非要中国人完成呢？我这样。那您后来又做芯片，您再给我们讲讲这个芯片这件事情。95年就登陆华尔街，在华尔街办了公司。美国人那时候正好是信息产业开始的时候，对，我去带了2颗卫星，哎呀，这个我受宠若惊。那华尔街的大佬啊，天天请我吃饭，天天说这样说套近乎，我也不知道干什么事儿。公司的帮人告诉我，现在出现了新东西。我们现在才知道的网络，还知道的配送。他们想我会解释，所以神乎其神。我这样有点傲骨，我就不相信美国人这么好。哎呀，我就说你想什么东西都可以在家里边给送来。我说我认为打电话呀、传输都可能还可以理解。我开玩笑讲，我是需要面包，他能送来吗？他有专门配送的那个体系呀。当时我提出这个事儿，哎呀，这个世界发生重大变化了。他们想我的卫星租给他们上市，还给我6亿美元，我就知道这个事儿了，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我就扭头回北京，就学嘛。在那个时间很贵了啊，每年60万块钱租金，它每1秒钟、每时每刻就在滚动，2000条全世界各地发生的信息，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再买了80台计算机，不管谁，包括服务员，就有一台计算机。当时网线很窄，对，只要256K。对，那个电信局还给我们贴倍优惠，我们签了一个企业中国第一条专用线。这个过程中，我就知道芯片的重要了。我认识一个朋友，应该是个前辈，他的儿子，现在很有名的刘大力，多士公司的总经理。他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做芯片的，就这个事儿，从开始的，叫我帮他。他的确发明了新东西，找我投资。当时我们公司已经很困难了，97年很困难了。对，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围剿我来了，对，已经很困难了。但刚好有一天，有个朋友给我送了几十万块钱来，送了70万，我们公司工资都发不起了，留点钱发工资，就可能60多万都给他了，留了几万块钱，就给他了。所以投资芯片就是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成功了。95年啊，94年，还获得了国家科学进步2等奖。这是给的还是投资的？投资啊，投资。哎，我投资没协议，你拿去花吧。没有协议。您投很多公司都没有协议。朋友，刚才我最早问您，您说您是商人，但是商人不就讲契约吗？我们现在不是有风投吗？对，但风投那个协议就写得很复杂呀。是啊，我就看不惯那个复杂，我看不惯这个复杂。其实你再复杂，我也可以规避你，我不赔你钱，我也可以做得到。所以我的全国的人民在找美中拿钱很容易。那后来您又做了一个很大的事儿，就是发展满洲里。孟老，您要建一个城，不是我建个城，我发现了机会，把东西运到俄罗斯去，从铁路啊到积压，公铁分流，铁路运不完，修了公路。我们修中国这边，中国这边没钱，是我们投资修的钱，修了海关，修了高速公路过去了。满洲里没给我钱，现在没给钱。结果说让我收30年的钱过关费，所以说满洲里那个政府呢经济困难，说最好说不收了。但是您因为做这些事情，您是实际上对俄罗斯是非常了解的，对吧？那您有没有可能，比方说跟大家去讲一讲，说，实际上俄罗斯有可能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我们经济困难在哪儿？就产能过剩了，说白了就多了，就10万只多了。对，房地产垮了，我们建筑业已经完成了。建筑业很牵涉到27个嘛，37个行业呢，多少失业的呀，多少停产的呀。黑河对面，阿穆尔州，黑河它是2国1城。他既然普京要向东看，他要进入中国的80年代，80年我干什么事儿，大家回忆一下。80年第一个事情的修路，廖德福先修路，对，村通。俄罗斯也还是同样的问题，先做一些基础建设。1块砖头，红砖。我们这今天的价格4毛钱，俄罗斯1块砖多少钱？4块钱人民币，10倍，10倍，还交定金，不然你排不上队。就像我们80年的机壳一样，要买建材也是这样的，水泥啊、钢材呀、砖头啊，就全是这样的。大家眼光放远一点，跟我换飞机一样，不要老看着我们965万平方公里，965万平方公里外还是更大的市场。
很多人对您这个的评价又和一项体育运动又结合到一起了，空手道。很多人都说您是空手道大师。是，武侠小说里边的最高段位就是空手道，它叫空手夺白刃。因为小说里面乾坤大挪移嘛，对，连功夫都挪过来，对，是你的为我所用。为什么要去拼实力呢？做个大刀、长矛，练18般功夫，练好多年，那不傻吗？比武是自胜为目标，不是展示武器为目标，目标不一致。但你像假如说，您要是对这个空手道这件事情做一个段位来讲，您能是几段？我起码9段啊9段啊。啊！对。而为什么您总操心这个国家大事呢？对您本人意味着什么呀？5000年来的中华文明，有无数这样的人。一个民族总有些这样的人，总有些这样的人。那您认为这个时代了解你吗？我何必要这个时代了解我呢？但是就像您一直在去坚守初心，甚至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您还坚持。比如说，那没什么代价，有什么代价？天天有入狱饭吃。3次啊，是啊。然后累计坐牢有22年啊。好，还管制了7年，出狱还管制了7年。那实际上差不多您人生的1/4、1/3就这么过去了。它也是人生啊。而且您第2次入狱是因为我当时看好像说叫质量3包和4代，代购、代销、代组织和代托运，然后也被抓起来了。是。但是您看现在拼多多、阿里巴巴他们都在做什么？就这个事。叫无理由退款。这比您这个当时还过分啊！每一代中国人有一代中国人的使命，他们能做出来，非常高兴，我非常高兴。但是我们国家进步了。如果说你眼光开一点，我原先感到自豪。为这些事情做了这些代价，您也接受？我实践，这样做那样做，走不通，还有说另一个事儿又做不通，抓起来了，就给我一个思考的时间。包括这个您在第3次监狱的时候呢，就是王石是去看过您，但是他回来后来好像写了一个回忆吧，他过去跟您讲，您好像又给他讲了一个特别宏大的事情，一说又是几百亿，他就吓跑了。他们认为我是幻想家，以前生活在自己的幻想当中，他们很实在，很实际，就这点。冯仑有去看过你吗？冯仑和王石一块来的，比我在年龄小一点的，对您的认知都是基于冯仑的书里面的一些介绍。当时有几个场景我印象很深刻，就你们一起去出差，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饿了嘛，敲开门，然后这个饭店的厨师是睡在面案上，把他推开，然后让他去做饭，他们都觉得看起来比较脏，或者是都好像难以下咽，只有您吃的特别香。他说您后来说担心你有匪气，他就害怕了，他们就因为一帮书生嘛，就担心你有匪气。冯仑是也不应该说坏话，宽容的。就和您差不多同一个时代的企业家，您比较欣赏谁呢？就比如说像柳传志、任正非，这同一时代的这些企业家。当时我们同一时代还没有企业家。马斯克大家都说他是外星人，比如说像贾跃亭呢，一做事情都是几百亿，很多人都觉得说，哎，这个贾跃亭是不是深得这个穆老的真传？他一开始做了一个乐视网，后来呢就做手机、做电视、做汽车，也做过上市公司。他现在在欠钱吗？哇，他现在那就欠了很多钱了，那就不得了。对，作为一个人，至少是应该对社会负责任。就我可以冒险，但是我不要求大家和我一块冒险。包括您现在啊，就是说也开始重新创业嘛，就是之前我看有媒体说是您现在是附带创业。那重新创，我负个什么债啊？也没有去借过。我负个什么债啊？刚从里面出来的时候，有一个段子说，哎，穆老在里面这10几年看起来好像这个没有自由，然后有200多套房子留在这里了，这一下子就变成一笔巨大的财富。现在还不这200多套，可能现在还我很多钱，要还我很多钱。不是200多套，是很多的。哎，这儿就还有200多套啊，北京还200多套，还几个卫星啊。
哦，这个还是一个这个至少可以算出，现在算价格不算，就以前算那个时候，现在多少不知道，有几十个亿哦，还有几十个亿呢。还有一个，刚才您在讲风险投资啊，我没有风险投资，那个您是更多是投资。首先我反对投资这个词儿，投资我要反对的，我要取代的是工业文明生产方式，不外乎就是我们表现为国家资本，美国表现为自由资本，完全它的规律是一样的。我们要取代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我就不能讲这个事儿。先从根本上去反对这投资这件事。投资没这个事儿，就是你说你有个项目，我可以借一笔钱给你。那我们是什么样一个关系呢？借贷关系。我就借给你，无条件的借你100万块钱，不要担保。有利息吗？没有，什么都没有。没有利息，又没有担保，还可以不还。我听我讲的是，你既然想成功，我肯定我考察你很久了，也生活很久了，你不会要去吃喝嫖赌去了。对，然后我就拿100万块钱给你吧，我不管你了。你管你的话，你就把你的思维限定了，把你思维限定了。第一个干成了，对，干成了我就算投资了，我投资了100万块钱，我2个变成一个企业了，我就把企业送给你，你再送51%的股权送给你，我只分49%的红，你占大股啊，你可能我要放弃发言权。就放弃股东权利，至于保留分红权。只分红权。关键是第二种情况是我创造的，亏损了，我没权利找你还，永远不能还，永远可以不还我，就永远都可以不用还，永远不还我，就反正理论上欠我的钱，100万块钱。那这个关系怎么界定呢？就是说，那我确实拿了你100万呢？是啊，你就欠我100万块钱，但是我有规定，我永远不能找你还。还不能到处说你，但这是我的心理负担呀。就对了，就刚好就需要这句话。你是个心理负担。中国人这个事儿，特别中国人，欠了钱的念书的事儿，借了饭票没有还他，睡觉都睡不着。他这个人会怎么干呢？他会又找另外一个人投资，一直干到成功为止。好，他成功了不再还我。好，还有2种情况，他不成功，永远他死了。我就投资失败100万块钱。那如果时空可以穿梭，您最想在哪个时代？就现在这个时代，现在最好。刚才我们在交流过程中，似乎你也没有特别在意这个时代的人有没有理解你，或者是误解你。误解和理解我都不在乎。但我本来刚才在说这个坐牢的时候，本来想问一句话，就是说，你委屈吗？我不委屈。被关第3次，我不委屈，因为这个时代它需要这些人去刚才试验哪有100%的成功呢？就如果从时代角度来讲，可能是我们这么解释通，但对个体来讲是一个悲剧呀。不是，个体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整体，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如果每一个个体都想不愿意去试，就会退。我实际上一直想探求一个您做这件事情的逻辑意义、理想是什么？我理想走过这段，就做一次，让人家看见改革开放是对的。但这个是我们不在庙堂之上的人要去思考和操心的事儿吗？如果说抗日战争的时候你也这样想，就是罕见。那不该我操心，也不日本人不该我打，是不是？不该我打，我该跑，该我跑。那您的就到今天啊，截止到今天，你有什么遗憾？没有什么遗憾。那么刚才您说了，咱们说了那么多事儿都没有，有些都是那么好，每做一件事都是了不得、惊天动地大事，但有些没做成。算不上。我没说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4个小时的对话，穆其中提了不下10次。1980年元月2日，坚定地认为所有的出发都是源于这一天的感召。他究竟是企业家还是狂想者？是错配的时代枭雄还是受骗？不管怎样，成功时得到的掌声，失败后都已如数奉还。84岁的穆其中说还要出发，为1980年元月2日那天交最后的答卷。就你有没有亏欠过的人？亏欠大家。
亏欠大家，这大家指的是谁？我就对不起周围的人，周围的人。很多事儿我也没法解决。您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谁？我母亲，母亲不是没有文化吗？身体力行，如何在最困难的时候，她还坚持活下去，还坚持尽可能照顾我，那种深层次的爱。